谁？克莱恩正想着原主神秘自杀事件和可能遭遇的未知危险，听到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后，下意识便拉开抽屉，将那把左轮手枪拿了出来，并满含警惕地开口询问。门外安静了2秒，有略显尖细的嗓音用阿霍瓦腔喊道：“我，蒙巴顿，比奇蒙巴顿。”那嗓音停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：“警察。”比奇蒙巴顿，随着这个名字钻入耳朵，克莱恩立刻想到了他对应的主人。那是负责公寓所在街区的警察之一，是个粗鲁野蛮、酷爱动手的男子。不过，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镇得住那些酒鬼、小偷、兼职小偷和恶棍流氓，而独特的嗓音是他的标签之一。好的，我马上来。克莱恩高声回应道。他本打算将左轮手枪扔回抽屉，但想到外面的警察不知道为什么而来，也许会有搜查等举动，于是小心翼翼地跑到余火早已熄灭的炉子旁，将手枪放了进去。紧接着，他拿起装煤炭的小筐，往炉中抖了几块，盖在枪上，最后又将水壶置于顶端，遮掩住所有。做好这一切，他整理了下衣物，快步靠近房门，边打开边含含糊糊道：“抱歉，刚在午睡。”门外站着4位穿黑色有白格制服、戴徽章软帽的警察。留着棕黄络腮胡的比奇蒙巴顿咳嗽了一声，对克莱恩道：“这3位警官有事情询问你。”警官？克莱恩条件反射般看向另外3人的肩章，发现2位有3颗银质的六角星，1位有2颗，看起来都比只有3个微型标签的比奇蒙巴顿高级。作为历史系学生，克莱恩对警察肩章等级没什么研究，只知道比奇蒙巴顿常炫耀自己是资深警长。所以那3位是督察级。受大哥班森和维尔奇等同学言谈的影响，克莱恩还是知道一点常识。他让开身体，指着屋内道：“请进。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”3位警官里为首者是个目光锐利到仿佛能看穿心灵，让人忍不住害怕的中年男子。他眼角皱纹明显，帽子边缘露出浅浅褐发，边自顾自打量房间，边沉声问道：“你认识维尔奇·麦格文吧？”“他怎么了？”克莱恩心头一颤，脱口反问：“是我在问你。”威严的中年警官眼神森然，他旁边同样带3星肩章的警官则看着克莱恩，温和笑道：“不用紧张，我们只是惯例询问。”这位警官30岁左右，鼻梁挺拔，灰色的眸子给人一种难以描述的深邃感，就像古老森林里乏人问津的湖泊。克莱恩暗自吸了口气，组织着语言道：“如果你们是指霍伊大学的毕业生，来自康斯顿的维尔奇·麦格文，那我确定认识。我们是同学，跟随同一位导师，昆汀·科恩资深副教授。”在鲁恩王国，教授不仅仅是职称，还是职位，就像地球上教授与系主任的合二为一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大学一个系只能有1位教授，副教授要想转正，只能等顶头上司退休，或者凭实力将对方挤走。鉴于留住人才的需要，经过多年的摸索，王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在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的3级体系里加入了资深副教授，给予学术水平高或资历足够老却又没法成为教授的先生女士们。说到这里，克莱恩看了眼中年警官的眼睛，考虑了1秒钟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们的关系还算不错。这段时间我和他还有纳亚经常见面，解读和讨论他得到的第4级文献，一本笔记。警官，他出了什么事情？”中年警官没有回答，而是侧头看了眼灰眸的同伴。
那位戴徽章软帽、五官普通的灰某警官温文回答：“很抱歉，韦尔西先生过世了。”怎么会？虽然有些预感，克莱恩还是忍不住惊愕出声：“韦尔奇也像身体的原主一样，死掉了，这就有点恐怖了。那娜亚呢？”克莱恩慌忙追问道。娜亚女士也过世了。灰某警官颇为平静地说道：“他们2个人死在韦尔奇先生的住所内。”被杀害的？克莱恩隐约有了猜测，也许是自杀。灰某警官摇了摇头：“不，从现场痕迹来看，他们是自杀。韦尔奇先生用头撞墙，撞了很多下，撞得满墙都是血。娜亚女士将自己淹死在了一个水盆里，用来洗脸的那种。”这不可能！克莱恩听得汗毛耸立，似乎能够想象那诡异的场景。女孩跪在椅子上，将脸埋进了装满水的洗脸盆里，棕发柔顺披下，随风摇晃，整个人却一动不动。韦尔奇倒在地上，双眼死死盯着天花板，额头完全粉碎，遍布血污，而墙上被撞击的痕迹一处又一处，鲜血淋漓。灰某警官嘴角动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们也这么认为，但是尸检结果和现场情况都排除了药物和外力等因素。他们，我是说韦尔西先生、娜亚女士，都没有反抗的痕迹。”不等克莱恩再次开口，他步入房间，假作随意地问道：“你最后一次见到韦尔西先生或者娜亚女士是什么时候？”他边说边用眼神示意着有2颗银星的同伴。那是位年轻的警官，看起来和克莱恩差不多大小，黑鬓绿瞳，长相不错，有股诗人的浪漫气质。听到问题，克莱恩念头急转，思索着回答：“应该是6月26日，我们共同解读了新的一篇笔记内容，之后我就回到家里，为30号的面试做准备。廷根大学历史系的面试。廷根市号称大学之城，有廷根、霍伊2所大学，有技术学校、大律师学院、商学院，仅次于首都贝克兰德。”他刚说完，眼角余光就看见年轻警官走到书桌旁，拿起了那本更像日记的笔记。糟糕，忘了把它藏起来了。克莱恩短促喊道：“你！”年轻警官对他回以笑容，却没有停止翻看笔记的动作，而灰某警官则解释道：“这是必须的程序。”这个时候，比奇蒙巴顿和威严的中年警官都只是在旁边看着，没有插言，没有协助搜查。“你们的搜查令呢？”克莱恩本打算这么质问，可仔细想了想，鲁恩王国的司法系统好像还没有进化出搜查令这种东西，至少自己不知道有没有，毕竟连警察队伍都才只建立了15、16年。在原主小时候还叫做治安官。克莱恩无法阻止，眼睁睁看着年轻警官快速翻阅自己的笔记，而灰某警官也没有再提问。“什么奇怪的东西？”年轻警官翻到最后，突地开口：“还有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所有人都会死，包括我。除了神灵，每个人都会死，这不是常识吗？”克莱恩原本准备狡辩一句，可陡然想到，自己原本就打算和警察连上线，以防备可能会遭遇的危险啊，只是苦于没有理由，没有借口。不到1秒钟的时间，他就做出了决断，用手捂住额头，语带痛苦地回答：“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今早醒来以后，我就感觉自己不太对劲儿，好像遗忘了一些事情，尤其是最近几天发生的部分。
甚至不清楚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句话。有的时候，坦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。当然，坦白得讲技巧，什么能讲，什么不能讲是一方面，哪些先讲，哪些后讲，该怎样讲，又是另一方面。作为键盘专家，克莱恩也研究过一点话术。荒谬！你当我们是傻瓜吗？比奇·蒙巴顿愤怒插嘴，他实在忍不住了。这谎言太过拙劣，简直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。你装精神病也比装10亿好啊！真的。克莱恩坦然回顾着蒙巴顿和中年警官的目光，这事儿真的不能再真。也许真的有可能。这时，灰某警官慢悠悠开口了：“什么？这就信了？”灰某警官微笑看向他道：“过2天会来一位专家，相信我，他应该能帮助你回想起遗失的记忆。”专家帮助回忆，心理学领域的？这要是弄出我地球的记忆怎么办？他突然感觉牙疼。年轻警官放下笔记，搜查了书桌和房间一遍。幸运的是，他重点在书籍，没有提起水壶看一看。好了，克莱恩先生，感谢你的配合。最近几天，你最好不要离开田根。如果必须的话，请通知蒙巴顿警官，否则你将成为逃犯。灰某警官最后叮嘱道：“这就结束了？今天就告一段落了？不再多问问，再调查调查，或者将我抓回警局用刑？”不过他也想解决掉韦尔奇带来的诡异事件，于是点头道：“没问题。”警官们依次退出了房间。走在末尾的年轻人突地拍了拍克莱恩的肩膀：“真好，很幸运。”什么？克莱恩一脸迷茫。这位有着诗人气质的绿某警官微微一笑道：“一般来说，遇到这种事件，当事人全部死掉是常态。我们很高兴，也很幸运地看到你还活着。”说完，他就走出了房间，很有教养地随手关门。